我也没想到，都2025年了 ，Steam 诈骗竟然还会发生在我身边，居然还是一个游戏时长6000小时、Steam 9年老用户，被骗走将近2000多的游戏视频，这得是多么高明的骗术啊！接下来我打算给大家还原整个过程，你们可以来试试看，如果是你的话，你能在什么时候意识到对面是诈骗呢？当你累了一天，吃完饭打开 CS， 第一把都没打完 ，Steam 却突然收到了一条聊天消息，此案件正在审理，你的 Steam 账号被锁定。你看到这个人自称 Steam 员工，他会帮你解除账号封禁，但奇怪的是，你从来没有加过这个人的好友。就在你疑惑的时候，你看到对面又发来了一条信息，你有些纳闷 ，Steam 聊天应该没有已读功能啊。不过虽然这个事情发生的很奇怪，但你并没有直接相信他，你将这个好友删掉之后，继续玩游戏去了。又传来了一声消息，你发现刚才删掉的好友又重新出现在了列表里，并且这一次你非常确定这个好友不是自己添加的，而是凭空出现的。你看到对方用机翻的语气说了一句：“我得让你和游戏脱节。”你有些惊讶 ，Steam 客服居然有这样的权限，但因为你玩的游戏用的是第三方平台 ，Steam 被登出并不会影响你这一局游戏。你想着打完这2分再出去想想发生了什么，结果队友还扣了个+10，本来平局走了结束了，+14比2还扣分。你带着懊恼的心情重新登录客户端后，却发现因为长时间搁置客服，自己的账户已被记录为拒绝合作，账户已被封禁。你发现自己的游戏库存全都没了，硬盘里的游戏都被删了，系统盘都多了500G，你所有的好友都显示已屏蔽，甚至自己的头像都没有了。你试着重新把自己的头像改回来，却发现刷新页面后，系统又删除了你的修改。你开始感觉有些不妙，难道我真的被封号了？客服向你解释道，服务器收到了位于多个区域不同的 IP 地址，这种行为可能表明有人未经授权试图访问您的账户。为了保障您的账户安全，所以系统暂时封锁了你的账号。不用担心，系统可以重新验证你的账号并解除封锁的。不过验证过程中，账号上的物品会被删除。当然，你也可以先将物品转移给你的朋友，然后等账户验证之后，物品会返还您当前的账号。虽然你并不理解为什么验证账号和物品有什么关系，但既然可以转移给朋友，听起来还挺安全的。于是你就将物品转移到了朋友的账号上。等你转移好以后，客服告诉你，现在可以开始验证账号了。系统验证需要启用额外的安全措施，你的移动设备这时候应该会收到一条官方的消息，确认之后，系统就会开始检查啦。于是你在你的手机令牌上面点击了确认。终于，客服告诉你，现在可以放心啦，按键验证程序已经启动，你的账户会进入锁定状态7天。不过不用担心，管理员已经为你开启临时游戏权限，只需要等到流程结束，您的账号就能重新成为官方认证状态，您的物品届时也会自动回到你的账号。停，如果到这你都按要求做了，那整个骗局就已经完成了。尤其是最后一步的安全措施，在你点击确认之后，你的账户就会以儿童的身份加入家庭监管，现在你的账号进行任何的操作都需要骗子同意才能进行。但是小 A 到这里还深信你还别说，多亏了这一条动态，马上就接到了大家的警告，让我赶紧去救人。我给他看了评论区之后，他才知道自己是被假客服骗了。再去看手机，发现之前转给我的视频被取消了，真的转给的是一个假切里，头像和 ID 都一样，那能咋办呀？还好有撤回功能，赶快撤回吧。结果才发现自己竟然是儿童，想要撤回的话，需要骗子同意才能撤回被骗子骗走的视频。再去评论区里面找解决办法，还被网友说是笨蛋。一个美好的周五从一局 CS 开始，好吧。如果不知道的话呢，这些骗子发过来的文字格式看起来确实很唬人，但实际上它其实只是这个 Steam 聊天里面的一个小功能。我们只需要在聊天窗口这里输入一个英文的斜杠，就会出来一堆的这些命令提示。比如说我们用这个引用，那发出去以后呢，你的文字就会显示在这样子的一个引用框里面。然后我们再试一下斜杠加 code， 这样子的文字它就会在一个代码框里面显示。我们再试一下斜杠加 me， 自己说话的这个消息就会直接连在 ID 后面，并且对面看到这串文字会变成蓝色。以后你给你朋友的 Steam 发消息他不回，你就可以用这个，然后给他发一段，吓死他。
最后呢，小 A 去 Steam 申诉，撤回了被盗库存，还原了游戏库。这个具体我们最后再来说。先来看看这个骗子，竟然为了真实性，前后前后铺垫了1个月，在骗的几个星期之前，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那一天，你正在愉快地打着 CS， 结束了一局游戏之后，有一个队友来加你，你还挺喜欢这个网友组队打游戏的，所以就同意了对面的好友申请。一开始都很正常，对面还很热情，经常约你一起玩游戏，甚至如果你已经在玩了，对面也会说兄弟，我等你，打完这把咱们一起。就这样持续了1、2个星期。有一天，他发给你一个游戏皮肤的截图，让你帮他看一看他的这个皮肤怎么样，然后说他现在正在自学制作枪皮，他的梦想就是可以把自己设计的皮肤带到游戏里面去，因为他现实里面没有什么朋友，所以只能找你帮他提提意见。当时你就觉得都哥们儿，就夸他皮肤做得很好，也很用心的给他说了自己的看法。再过了一会儿，对面就和你说能不能给他皮肤投个票呀？肯定得投啊，都哥们儿，你想都没想，直接答应了下来。怎么样，大家能意识到这个好哥们儿是来骗你的吗？其实这就是一个钓鱼网站，一旦你登录了，你的 API 就会被劫持，对方就能可以做所有你能做的事情，包括删除游戏、删除好友、登出账号等等操作。然后最搞笑的是，因为是钓鱼网站嘛，所以登录之后不会显示账号 ID， 一刷新网页又要重新登录，所以小 A 在这个网站登了好几次，甚至因为一直登不上账号，他还在 Steam 客户端上面去搜这个枪皮的名字。但是奇怪的是啊，这个客户端上面居然搜不到网页上面的这个皮肤，他还想着什么垃圾 Steam 服务器又抽风了。也就是说，他怀疑了网页，怀疑了 Steam 的服务器，都没有怀疑他的好哥们儿在骗他。然后在这之后，好哥们儿也没有急于求成，而是再等了大半个月才发动客服封禁事件。这个潜伏期是真的长啊！在大半个月之后，你还能把这2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吗？不过呢，这还是 Steam 上面众多诈骗手段的一种啊！甚至最离谱的是，光工作室里面就遇到过好几种骗局，而且诈骗的手段还都不一样。这几天我还去看了一下他们保存的截图，真的很离谱，给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异国美女诈骗。这个骗局是这样的，你会在打 CS 的过程中遇到一个一直讲外语的队友，这一局结束之后，他还来加你的好友，然后叽里咕噜的用外语和你说他是哪里人，他那里怎么样。最离谱的地方来了，这个外国人居然让你加他的微信。当时我也试着加了一下那个微信，不过看到微信提醒说该用户近期被多次举报，请谨慎添加的字样，就没有继续理这个外国人了。我在网上查到了这个骗局的后续诈骗方式，接下来他就会邀请你组队打游戏，但是会发给你一张截图，说玩家IP 距离太远，需要平台认证才能组队。然后这个外国人就会发一个链接让你认证，如果你在这个网站上面登录你的账号，那可就中招哦。受害者骗局，如果说上一种骗局是针对 CS 玩家的，那如果不玩 CS 就不会被骗子盯上了吗？那还真不是。工作室里面另外一个小伙伴就遇到过这样的骗局，先是有一个陌生人来加我的好友，然后发消息说他最近向我购买了一件物品，已经付钱了，但他还没有收到货，然后他就会发来一张交易截图，截图上面会有你的头像和 ID， 交易内容看起来像是他向我买了一件物品，但我甚至都没有过这个物品。然后他说他是受害者，说他还是学生，这笔钱他存了很久，接着发来了一个链接，说让我登录下看一下有没有交易记录。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了，就把它给删掉了。这种骗局就更加可恶了，他会先利用受害者的同情心盗取受害者的账号，然后再回过头来用你的账号勒索，如果你不给他转钱，他就注销你的账号。而且这种骗局往往针对的是刚开始使用 Steam 的新手，因为新手的账号安全措施不全，更容易直接盗号，属于是非常可恶了。网页教学骗局，这里还有一个超级隐蔽的骗局，骗子会在网上去发游戏的教学视频，这个教学视频可能是任何一个游戏，然后这个视频内的教学内容呢都完全正常，甚至可以说教学的还非常的详细，目的就是想让你去看它其他的教程，然后视频底下的简介里面就会有一个更多教学内容的网址，这个网址点进去是需要注册的，然后必须要用 Steam 注册，注册以后你确实可以在这个网站上面看到更多的教学，但是你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泄露你账号的那么接下来就要讲一下最重要的，被骗了以后怎么自救。不过好消息是，今年 Steam 市场有了交易撤回的功能，如果你被骗走的视频，那你可以在 Steam 库存这里找到交易报价记录，点击了解更多就可以撤回交易了。但骗子往往会比玩家更了解规则，他们也知道骗走的视频可能会被找回，所以现在骗子在诈骗的过程中还会诱骗你以儿童的身份加入家庭监管，被监管后的账号就不能进行撤回交易了。不过也还是有办法的，就是向官方客服申诉，你可以在客户端左上角
帮助这里找到 Steam 客服，点击我的账户 Steam 家庭底下写的联系 Steam 客服，写上一篇小作文，附带上2、3个这样子的游戏购买记录就可以了，各种平台的购买记录都可以。这个客服的回复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你看这个是上午2点多发的一个申诉，当天11点半，客服就已经把账户给移除家庭监管了，这一点还是要给个好评的。那么总结一下，现在很多的骗术都升级了，不会一上来就有很明显的诈骗举动，他们会有更长的潜伏期，和你聊天、打游戏，和你一起玩的时候，甚至还会一直夸赞你，提供情绪价值。就在你表现出有些信任的时候，他们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让你帮个忙，比如最经典的给我的 CNCS 战队投票。但小伙伴们一定要记住，骗子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你降低警惕心理，之后的骗术可能还会升级，不过逻辑无非都是 API 劫持，不要点击任何陌生链接，不在任何网站登录 Steam 就是最好的防备。就算你真的不小心登录了， API 已经被劫持了，在骗术的后端还是需要你再错一次，它才能真正的把你的视频给转走。这一步警惕所有的交易 ID， 在交易报价里面可以查看对方 Steam 年限，看看和你要交易的真实对象是否一致，警惕任何加入家庭组，有这几项防备，你大概率就能避免被骗了。对了，这一期视频我做了一个非常强的网站，大家一定要去简介里面看一下哦。那么好了，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那我是千里，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